美国白宫周五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月底在华盛顿主持第一届美国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美媒称，在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这是美国加强与南太岛国关系的最新努力。不过，美国政府一向将南太岛国视为地缘战略的工具，过往种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让拜登很难重新获得地区国家的认可。周二，外交部新任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中国与南太岛国合作的最新进展，并表示，我们对岛国的援助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今年以来，就不断宣称要强化在南太地区存在的美国又有了新行动。据美联社报道，白宫宣布，拜登将于本月28日至29日在华盛顿主持第一届美国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报道称，在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这是美国加强与该地区关系的最新努力。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通过声明宣称，此次峰会将展示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和太平洋地区深厚和持久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以共同的历史、价值观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为基础。峰会将反映出我们在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应对、经济复苏、海上安全、环境保护以及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等关键问题上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合作。白宫称，拜登已邀请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帕劳、瑙鲁、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萨摩亚、图瓦卢、汤加和斐济等12国的首脑参加此次峰会。路透社称，白宫没有具体说明哪些国家已确认出席峰会。你邀请的这12个国家其实都是在联合国有投票权的。它有3个自由联系国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以及帕劳。那么马绍尔群岛和帕劳就在的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之中。拜登政府可能也是想借此机会来对于在经营岛国的基础上，针对于台湾因素有一些具体的动向。美联社提到，白宫是在所罗门群岛近日决定暂停外国军舰访问后，宣布召开峰会的消息。此前，美国及其盟友对所罗门群岛与中国达成的政府间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一直感到担忧。兰德公司高级国防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表示，这次峰会将为华盛顿提供一个机会，不仅加深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而且可以象征性地驳斥美国在那里的影响力正在输给中国的说法。本月要召开的这样一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其实也已经筹谋很久了。从今年以来，就是关于借联大这个机会要召开这样一次集体峰会，美国媒体也频频放风说要出台一个正式的关于太平洋岛屿的这样一个战略，要把它正式嵌入在2月份发布的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当中。由此可见，其实美国对于南太这一片海域的重视程度其实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深圳卫视注意到，南太平洋几十年来在地缘政治上并不十分受关注，但现在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度显著提升。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加强了与太平洋岛国的接触，先后派出由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等人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出访，并宣布计划在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和汤加开设大使馆。今年6月，美国还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5国建立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以与太平洋地区国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南太平洋地区被美国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美国将南太岛国视为在第一岛链外围堵中国的棋子，在多域战、分布式作战等美军作战概念中，南太岛国的分量日趋加重。美军计划扩充并强化南太地区的军用机场，以作为在日本等国前沿机场的后备或备份机场，还计划在帕劳等地部署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尤其美国的3个自由联系国，它其实是在南太平洋的北部地区，它是在位于第2岛链和第3岛链之间。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对我们传统的我们所谓3条岛链的这个封锁战略，自由联系国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军力的组成部分，是他们军力投送的一个重要据点，包括可以联动关岛和夏威夷等等这样一些，包括和他的盟友澳大利亚。所以说，这个地区对美国而言，其实不是后院，胜似后院。不过，外界对拜登再次寻求主导该地区做法的效果持怀疑态度。有分析人士称，拜登政府的随意接触战略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有意义的成果。
纽黑文大学安全问题专家霍华德·斯托弗认为，美国必须为太平洋岛国提供在受到攻击时的战略军事保护，以及美国正在履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规定义务等保障，才能重塑在该地区的信誉。相比之下，中国与南太岛国的交往显得更加务实。长期以来，中国在南太岛国实施了大量契合实际需要的援助项目，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得到岛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致欢迎。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所邀请的12个岛国中，绝大多数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往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今年5月底出访南太平洋多个岛国期间，与基里巴斯、萨摩亚等国签署了52份双边合作协议。年初，汤加发生火山爆发与海啸，中国进行了实实在在的灾难救助，出动运20鲲鹏重型运输机，分批次运送大型救灾物资，协助重建。有学者指出，在2006年汤加发生政治骚乱时，中国也是唯一愿意帮助汤加重建的国家。瓦努阿图与中国则在今年迎来建交40年，在斐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欢迎和支持。近期，中方援助南太岛国的不少项目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亚恩加省医院、萨摩亚的中萨友谊公园等项目竣工并交接，相关进展都是中方和岛国精诚合作的结果。外交部新任发言人毛宁在周一的记者会上也就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合作作出回应。我们对岛国的援助真心实意，注重效果，从来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方将继续坚定不移加强同岛国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岛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远不局限在南太地区。近日，美国政府不仅宣布延长对华关税法定审查时间，维持对华加征关税，还有报道称，拜登政府将继续限制美国资金投资中国科技企业，并可能在数月内签署相关行政命令。此外，拜登前不久签署的2022年降低通胀法已经规定，禁止获得美国政府补贴的半导体厂商在中国扩大投资。毛宁表示，对美方动用政府权力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感到关切。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对中美经贸往来和科技交流设置障碍的做法，与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背道而驰，有损国际社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也将会反噬美国自身。中国政府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公开资料显示，作为外交部新任发言人，毛宁曾长期从事亚洲方向的工作，先后担任外交部亚洲司朝鲜半岛事务办公室主任、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副秘书长、驻美国使馆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副司级干部、外交部亚洲司政工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等。